第265章修养与控火能力。宽敞整洁的房间之中，淡淡的晕阴雾气升腾在半空，将房间笼罩得略微有些模糊。在房间的中央处摆放着一个体型颇大的木盆，盆中盛满着翠绿色的液体。少年赤裸着身体，盘腿坐于其中，微闭着眼眸，双手结出修炼的手印，任由那翠绿色药液中的温和能量一丝丝地缓缓侵进身体内部，修补着那些近乎残破的经脉。随着修炼的时间持久，木盆中的翠绿色液体也是缓缓地变得清淡了起来。到的最后，翠绿色终于是完全淡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盆清澈见底的清水。扑通，一个小小的蛇头忽然地从水面之下冒腾而起，尾巴不断地拍打着水面，淡紫的蛇瞳中尽是欢喜。察觉到浸泡身体的液体之中能量的殆尽，萧炎缓缓地睁开眸子，瞧得那在身旁嬉戏的吞天蟒轻笑了笑，小心翼翼地扭动着身子，片刻后缓缓地吐出一口浊气，低声喃喃道：老师所配置的疗伤液体效果的确不错呀，仅仅3天时间，那残破的经脉便是变得柔韧了许多，现在的经脉想必应该已经能够承受斗气的运转了吧。自从醒来之后的3天时间，萧炎便是让萧鼎帮他将所需要的大量药材收购了回来，然后咬着牙忍着斗气经过经脉时所产生的疼痛，指挥着气旋中的唯一几滴液体能量化为斗气火焰，这才将这些药液有些艰难地炼制出来。有了第一批的药液，萧炎的回复速度明显加快了不少。这般经过连续3天的药液浸泡，体内残破的经脉已经逐渐地脱离了几天前那种一碰就碎的悲惨地步。从木盆中站起身来，将身体查净，萧炎随意地套上一件衣衫，手掌一扬，淡淡的青芒从那戒中飘荡而出，最后化为一朵青莲，悬浮在萧炎面前，微放毫光。脚尖轻点木盆边缘，萧炎轻飘飘地落上了青莲之上，盘腿而坐，双手再度结出修炼手印，旋即缓缓闭目。在萧炎进入修炼状态之后不久，周围空间便是一阵细微波动，一丝丝斑驳能量穿过青莲光照，然后源源不断地灌注进了萧炎身体之内。在刚开始，每一次能量的入体都将会让萧炎脸庞微微抽搐，不过随着能量源源不断地灌入，痛得习惯的萧炎倒是能够将这股感觉给无视了过去，轻咬着牙，将这些略微有些斑驳的能量经过炼化提炼之后尽数地融进经脉与肌肉之中，然后沉神感受着体内缓缓复苏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中，萧炎一步一步地按照药老所说的修养程序进行着，而体内的那恐怖伤势也正在以一个喜人的速度逐渐地康复着。按照这种进度，1月时间应该便能让他恢复以前的状态。在这段平静的休养期间，空闲颇多的萧炎倒是恢复了他炼药师的身份，每日让萧鼎收购大量的药材，然后成批的给他们炼制出一些品阶颇为不错的疗伤药。在炼药期间，萧炎却是有些意外的发现，原本以他对火焰的控制力尚还不足以炼制出回气丹这种几乎能够列为3品的辅助丹药，不过这一次他却是错愕的发现，不知为何自己对火焰的操纵力几乎是成倍的翻涨了许多，而那回气丹竟然也是被他炼制了出来，虽然失败率有些不低，不过毕竟是成功了。在惊愕了一会后，萧炎心中便是略有所悟，想必这应该和自己创造出佛怒火莲有些缘故吧。对于青莲地心火，以前的萧炎对它的控制程度几乎可以说是一塌糊涂，他以前所能使用的便是只懂得将一火包裹在拳头之上，用以增加攻击力，或者将之用最粗浅的方式弹射出去。不过在将之射出去后，萧炎便是没有能力继续再控制他们的攻击方向，所以若是射出的火焰并未一击中敌，那么这一次的攻击便是白白的消耗了庞大的能量。每当想起药老在操纵古灵冷火时的那股行云流水般的舒畅，萧炎便是满心羡慕当初在与8翼黑蛇皇战斗的时候，若是换作药老来操纵的话，萧炎敢肯定那8翼黑蛇皇绝对会狼狈不堪，哪像自己操控着古灵冷火，竟然还被对方嘲讽了一番。凭药老的操纵能力，他能够将一丝丝极为细小的古灵冷火释放而出，然后贴着地面悄悄地穿梭着靠近目标，然后骤然出袭。那么即使是相隔甚远，
也能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将对方变成一团冰雕或者灰烬。这种堪称诡异的控火方式，萧炎不知道在心中暗暗垂涎了多少次。不过莫说是以他以前的能力，想要做到这一点是天方夜谭。就算是如今因为误打误撞地创造出了佛怒火莲这种连斗皇强者都为之震撼的恐怖东西，而导致控火能力忽然大增后，想达到要老的那一步，依然是有着颇大的距离。而经过上次与8亿黑蛇皇的战斗，萧炎心中也是终于真正的开始重视对于异火的操控度。他心中清楚，若是他什么时候能够将操控熟练度练至要老那一地步，那么他的战斗力绝对会猛然暴增。有了这个决心与想法之后，萧炎在这段时间的炼药之中，对自己的炼药要求几乎是达到了一个近乎苛刻的地步。虽说如今萧炎体内斗气极度缺乏，不过异火的操纵所需要的主要能量还是那源源不断的灵魂力量，而这也正是萧炎此时最充盈与出色的东西。于是在那泛着许些热气的院落之中，开始不断有着墨铁佣兵抬着各种各样的药材进入其中，然后出来时皆是满脸敬畏地抱着大堆玉瓶。在这些玉瓶中，不仅装满着那在石墨城内极为少见的极品疗伤药，而且其中更有着一些即使在这里有钱都难以购买到的回气丹。而这些在市场上堪称罕见的丹药，在院中那黑山少年的手中几乎是犹如丢掷垃圾一般，随意地堆放在角落里。这般大手笔简直是让的所有人感到目瞪口呆。这就是一名炼药师的庞大魄力吗？随着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那些来往院中送药材与取丹药的墨铁佣兵也是逐渐的变得麻木了许多。毕竟任谁在这种环境下待得久了，都不会再像刚开始那般在一瓶丹药面前傻傻的愣足许久。院落中的萧炎似乎是抛弃了安静的修养，每天将疗伤所必须的程序完成之后，便是坐在药鼎之前，不断地练习着对异火的操控，直到精神有些支撑不住时，方才开始休息。这般苦练下来，萧炎能够清晰地察觉到，在这般废寝忘食的锻炼下，自己对于异火的操控能力正在逐步地增强着。院落之中，萧炎盘坐在一处石椅之上，在他的面前，暗红色的鼎炉中，淡青色的火焰汹涌翻腾，一股股炽热的火浪，即使是隔着老远都能感受到。修长的食指瓶探在身前，食指闪动，鼎炉之中的青色火焰也是随之而舞，灵活的模样犹如一个听话的火精灵一般。萧鼎与萧丽安静地站在院门处，望着那在萧炎那没有丝毫停滞的手势弹动，皆是忍不住满脸惊叹。能够将火焰控制的这般地步，在他们眼中看来虽然是有些不可思议，不过看萧炎那微微皱眉的脸庞，却似乎对此依然是有着几分不满意。鼎炉之中的火焰升腾了片刻，萧炎眸子轻抬，屈指一弹，一股劲风将鼎炉的盖子击飞了出去，手掌一招，几枚浑圆的丹药便是从中飙射而出，然后稳稳地落进了玉瓶之中。握着玉瓶，萧炎随意地瞟了一眼，便是将他甩向门口处的萧鼎两人，旋即伸了一个懒腰，闭目感应了一下体内的伤势，顿时脸庞上扬起一抹诧异。呵，恢复得挺快的呀。体内的经脉经过这半个多月的调养，几乎已经康复了大半之多，这倒是让得炼药练得出神的萧炎有些感到诧异。门口处，萧鼎接住飞射而来的玉瓶，与萧丽缓缓走进院子，对着萧炎笑道：“伤势如何了？”“还不错。”萧炎笑了笑道：“接下来便是最后的疗养了，5天时间内完全痊愈，应该不成问题。”啧啧，果然是个变态的家伙，这种恐怖的伤势仅仅是20多天时间便恢复的这般，真是让人羡慕的体质。萧鼎与萧丽皆是满脸惊叹的笑道。萧炎摊了摊手，他心中清楚，自己能够恢复的这般速度，3分是因为自己那被青莲地心火强化了的体质，7分是要老费尽心血所设置的疗伤程序，两相结合，方才能有这般神速。还老呢？从石椅上跃下，萧炎随意地问道：“自从你那添了他一些药材名字后，这些天他几乎是把石墨城所有的药铺都跑了个遍。我想，若非是因为要留在这里保护你，他恐怕早就去别的城市了。”萧丽笑道。笑了笑，萧炎微微点了点头，
那些药材皆是稀少之物，在石墨城这些药铺中，若是没有天上掉馅饼的运气，几乎不可能找到那些药材。看来那海波东还真的是很想迅速恢复巅峰实力啊！明天便开始最后的疗伤吧，只有尽快恢复实力，才能去替药老寻找能够快速恢复灵魂力量的天地奇物啊！手指轻轻地抚摸着黑色戒指，萧炎低声喃喃道：“而且，距离3年之约也越来越近了呀。”